老人只是在田野里摘了几个黄瓜，天空就诡异的落下几滴黑雨。他好奇的抬头看去，天空被乌云笼罩，下起大量黑雨。不仅仅是这里，许多城市都相继遭到黑水的袭击。出租车司机不停地抱怨天气预报的不准，却猛然发现雨水居然是黑色的，于是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只以为是环境污染造成的。殊不知，这场天降黑水是不祥的征兆，而诡异的事情也接踵而来。天上莫名的下起巨大的冰雹，可让人瞠目结舌的是，冰雹的样子居然是诡异的骷髅头模样。同时，深山寺庙里的观音图像流出2行血泪，观音流泪预示着大凶之兆。尽管这样，所有人都没放在心上，殊不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会遭到报应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元，欢迎观看惊悚韩剧《怪异》第1期。而这一切的原因是，村庄在修路时无意间挖出一尊诡异佛头，眼睛被一层带有神秘符号的纱布遮盖。起初僧人劝解他们不要随意挖出，可村长以为这是神明赐给村里的福气，不顾僧人的劝阻，执意要挖出这尊佛头。村长觉得佛头眼睛上的纱布影响观感，便命令工人在挖出来后将纱布拆除。然而正是因为村长的无知举动，导致全村人迎来灭顶之灾。隔天佛像就被成功挖出，司机按照村长的吩咐割掉写满符文的布条，然后开闸放水对佛像进行清洗。一只乌鸦莫名地站在佛头上，而乌鸦乃不祥之物，司机觉得晦气，不停地用水让对方离开，但乌鸦一直在原地盘旋不肯飞走，司机也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，简单的冲洗后驾车将佛像往村中心送去。就在准备转弯时，前方一辆出租车跑得贼慢，于是猛踩油门加速地超了过去，这导致出租车被直接逼停下来，司机还对着货车不停地咒骂，一阵怪风将盖住佛像的布吹了起来，男子的眼神刚好和佛眼对视上，殊不知正因为如此遭到了诅咒。而佛头被贪财的村长挖出后，2名高僧找到对古佛研究颇深的阿东，高僧声称那尊佛像出土的地点可能是高丽末期建造的活岩寺，而挖出的佛像镇压一只厉鬼，若是封印被解除会灾难不断。两人拿出鬼佛眼睛上的符咒照片，想请阿东调查符咒是什么意思。阿东简单的看了一眼，发现是藏文，但具体是什么意思暂时不知道。想要自己调查，必须给点好处。年长的高僧还是懂得人情世故，直言钱不是问题，但必须尽快查出符文的意思。接着就递给阿东一张名片，希望对方解析后迅速联系自己。阿东也立刻对布条上面的符号展开调查，首先是将所有符号记录下来，随后翻阅一本东亚佛教美术研究的书籍。这本书的作者名叫李秀珍，也是阿东的妻子，同样也是一位古佛研究者，最擅长就是古老的符咒解读。于是将佛像的照片发给对方，这瞬间就提起秀珍的兴趣，立刻解读上面的意思，将分析出来的文字写在纸上。其中一个符号名为心字，但没完全分析出来，不知道代表什么。由于思念意外死亡的女儿，秀珍没有继续再解读下去。同时由于空中忽然下起诡异的黑雨，货车司机来到经常歇脚的酒馆吃饭，可刚坐下就感觉眼睛又干又痛，好像进了沙子一样难受，于是立刻跑进卫生间清洗，可依旧没什么效果。也就在此时，酒馆老板前来探望，当司机回头看去时，却发现死去多年的父亲出现在面前。그만해요, 돈 없어요. 안 그러기로 했잖아요. 근데 내가 몸이 아파서 그래. 돈 좀. 돈 주라니까. 돈 좀. 아이, 좀 그만. 看着被自己推倒在地的父亲，他害怕地冲出卫生间，并且眼睛还传来剧烈的疼痛。酒馆的客人询问怎么回事，却被司机惊恐地推开，紧接着又看到死去多年的父亲，同时司机的眼睛已经完全变成白色，而父亲的出现让对方吓得瘫倒在地。殊不知眼前的父亲只不过是酒馆的老板。当老板来到司机面前，露出狰狞的笑容，在极度的恐慌下，抄起酒瓶就砸了过去，并发疯般的用拳头狠狠攻击对方，每一拳都带着极致的愤怒和怨恨。若不是2名客人拼命的阻止，恐怕老板就会被对方活活打死。等司機缓过神来，才意识到差点打死老板，而和佛像对视过的司机也发生变化。他的眼睛发白，已经出现严重的幻觉，在马路上横冲直撞，差点撞上来往的车辆。若不是对方反应及时，2辆飞驰的汽车就会发生车祸。原来差点出车祸的女人正是派出所的所长。当来到警局，就发现认识的袁熙被铐在椅子上。通过手下的解释，才知道对方对酒馆老板施暴。所长有些不敢相信，因为袁熙是当地有名的老实人，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殴打别人？可当所长回头看去，就发现对方眼睛发白，情绪还不稳定，嘴里叫喊着父亲不要过来，接着浑身就开始不停的抽搐，随后就口吐白沫，彻底没了动静。所长缓缓地走上前查看，却没料到对方突然缓过神来，扑咬过来。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吓了一跳，好在被绑在椅子上没有发生意外，可对方拼命想扑咬人的行为导致胳膊的锁骨扯断，活生生穿破肌肤，
露了出来。见到如此一幕，所长迅速上前按住对方，随后叫来救护车，紧急送往医院治疗。隔天，村里的庄稼被黑鱼染上污渍，导致给村民们造成经济上的损失。因为是自然灾害，政府会进行赔偿，所以纷纷都前往村委会。村里的大姐叫上秀珍一起前往。当秀珍来到村委会的大厅，就发现正中心有座佛头，这正是阿东发过来的佛像照片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佛像眼睛上的布条已经被拆除，而布条则放在旁边的展柜里。秀珍盯着佛头看一会儿，总感觉对方的眼神不像是悲悯世人，反而透露着一股冷漠和蔑视。当秀珍进入会议室，就注意不远处的男子盯着她，突然就回想起男子正是撞死女儿的凶手。她立马冲出大厅，打电话给阿东，声称自己看到撞死女儿的凶手了。可阿东表示绝对不可能，对方被判的是无期徒刑，不可能会出现在村委会。也就在此时，秀珍感觉门口有人靠近的脚步声，当打开门又什么也没有，接着又回到大厅找寻凶手的踪迹，却发现那名快递员已经不知所踪。难道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？此时市长也赶来村委会大厅，村民涌上前询问政府如何赔偿庄家。浑然不知，一个手拿镰刀的男子站在不远处，眼神同样发白，和司机的情况一样。이 괴물들 다 뭐야! 김씨, 이 양반아, 갑자기 왜 그래요? 정신 차려! 一名村民本想上前询问怎么回事，迎接他的却是对方狠狠的一镰刀，当场被割断了脖子，喷出大量鲜血。见到这一幕，所有村民纷纷逃离，而真正的灾难也在此刻彻底爆发。当村民们逃出村委会时，就发现外面已经乱作一团，甚至还有人直接从楼顶一跃而下。有的人开着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，无论是开车的司机还是跳楼的男子，全部都发生了变异，还在无差别攻击周围逃跑的人群。而他们无一例外都看过佛头的眼睛，因为在他们眼里一切都是幻觉。他们变得暴躁，变得嗜血，宛如行尸走肉。양나무 새끼! 내 돈은 네가 볼 거야! 至此，惊悚韩剧《怪异》第1期结束。